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哥。这个事呢，我非常的生气，但我还是尽量的心平气和去说。之前我们提到了西数的 SM850 还是750黑盘，WD Black 嘛，西数黑，它全都翻车了。SM850 是6月份被外面 Computer Base 报道后，它在插在 X570芯片组引出的 ML 上会缓内写入掉速40%。7月呢发布了固件去修复了，结果7月底生产的 SM850 它更换了硬件，导致用了新的固件，新的固件又重复了老问题。SM750 更夸张，XB550 和 X570 芯片组引出的 ML 缓内写入直接从3100兆每秒降速到1000兆每秒。SM750 的话暂时还没有被外媒报道，今天我们就仔细说一下这两个问题。当然开头还是要表明一下态度如果说西数 SM550 偷工减料，红盘机械 CMR、SMR 混用的话是道德太差了，那你找热叉科技这样的公关公司做中国区的市场推广是太差了外包售后的城市快车实际上是城市慢车，保修极为困难，是售后不用心。那 SM850 和 SM750 就是彻头彻尾的西数技术水平太差了。一个国际第2的固态硬盘大厂，如此从研发、推广、销售、售后4个环节全部翻车，是否应该好好反思？那转载的外媒的话，也帮忙把这段也报道一下，万分感谢。否则，西部数据总部都不知道中国区乱成啥样。我们这个 SM850 2TB 是7月31日生产的。是西数承诺过通过固件修复掉速问题以后的，但是实测还是掉速，得手动更新固件，从614600更新到614900，比西数7月12日修复固件613200的话要更新一些。而老版本骑士最新的就是613200固件，又是新老固件不通用，怀疑是西数在硬件层面又做了更改。我们找了一下网上早期的 SM850 评测，看看当时是用了什么固件和用料。SM850 1TB 和 2TB 这个是20年9月生产的 1TB 版本主控为10034A1，缓存为美光的 D9 WFH 单颗512兆闪存为60914单颗512 G， 固件版本611100。2TB 版本主控为10035A1，缓存为美光的 D9 XPG 单颗1GB， 闪存为60911单颗 1TB， 固件版本同为61100。两者的主控号码差了1位。由于查不到闪迪的编号含义，也不能确定两者实际差在哪里，固件号码一致。再来看一下我们手里21年3月份生产的 SM850 1TB， 主控为10034A1 没变，固件号是613000WD， 提示你可以更新为613200。另一篇2TB 版本呢，是马来西亚博主 Kenny 肯尼库他拍给我的，主控为10035A1 没变。缓存换成了三星的1GB 颗粒，内存换成了000093单颗粒 1TB 版本，主控和 1TB 一样为613000，可以更新成613200。从固件号码看，和之前外媒爆料的一致，不管是 1TB 还是2TB 的版本，6130固件都会在 X570 芯片组 M2 上降速，写入从5000兆每秒降低到3000兆每秒，需要升级到613200固件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前几天测试的7月底生产的 2TB 的 SM850，主控编号变成了20034B1，缓存没变，是三星的1GB， 闪存颗粒变成了003624，固件版本则是数字更大的614600，可以更新为614900。好玩的是，613200固件的硬盘并不会提示你升级为614900，两者是互不通的。那和之前的降级 SM550 一样的，好在没有出现性能损失，和老版本差不多。不排除西数更换了硬件层面用料的可能性，但是新版本的 SM850 依旧需要用户手动更新固件，才能去避免这个降速问题。因为这事是外媒 Computer Base 报道的，所以西数对 Computer Base 做出了回应。西数对芯片组降速做出的解释是因为 PCIe 总线最大负载大小的关系 ，MPS 设置为128字节的时候就会掉速。西数的解决方法就是在7月12日发布的新固件中取消针对 MPS 的设置。那我们实测呢 ，AMD 的 B550 和 X570 芯片组的 CPU 直连最高有512字节，英特尔的 Z590 CPU 直连和芯片组有256字节，而 AMD 的 B550 和 X570 芯片组出来的只有128字节，影响到了传输效率。我们测试希捷酷玩530那期视频呢，就可以看到，这点会对硬盘的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SM850就属于影响特别大的，足足40%。
新固件613.600针对这一点做出了改动，算是解决了 SN850上的降速问题。但是令人非常搞笑的是，我们手里7月31日生产的 SN850 2TB 更改了硬件，又导致需要使用新的固件614.600，结果新固件它又漏了这个 MPS 的设置问题，还需要用户手动去刷新到614.900。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 SN850 被外媒曝光这一问题以后，西数居然没有去检查下同系列的黑盘 SN750。我们试了一下 SN750 TB， 固件提示是最新的1111130，不管是 X570还是 B50 芯片组引出的 MDR，SN750 都会存在降速现象，而且降幅很大，从3G 多的写入降到只剩下1G 出头的写入速度，实际写入文件也是如此，只有1G 每秒，降速为接近70%。我们使用的都是最新的主板贝尔斯和最新的硬盘固件，说明西数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上网搜了一下关键词 SN750 降速，竟然没有看到有关 AMD 芯片组相关的报道。那除了我们在8月26日三星970 EVO Plus 的新老版本测试里面提到了 SN750 降速问题，只有个别粉丝单独也提过这件事情。可能除非是一些完全不懂电脑的装机商瞎装电脑，很少有人会在 AMD 的芯片组 MDR 上去插 SN750 的。基本都是会去插 CPU 直连的那个槽的这里要点名批评华硕 TUF BB550M 主板，36片它给在的是芯片组出来的 MDR，不是很懂人就很容易把这个固态装到下面这个芯片组引出的 PCIe 3.0 MDR 上，然后你就一直降速70%用了。那有一点呢需要表扬一下三星，它会在产品的数据表里面备注上测试的环境。就比如说980 Pro 是在 C8F 上测的，用的 CPU 是 3900X， 虽然没有显示直连还是芯片组通道，一般都是直连的，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性能。不过这里要吐槽一下，我们翻看三星的970 EVO Plus 的数据表时候，今年5、6月份的时候，它更换了主控，做了一个新版本，数据表也跟着变了。但是熬1年了，三星还是用的7700K 加 Z270 平台，压根就没有在 AMD 平台上做测试。而老的970 EVO Plus 我们发现，如果你插在 AMD 平台上走芯片组的 MDR 的话，写入也会从3300兆每秒掉到2500兆每秒。你整天还去抱着770K 加 Z270 测试，你能测出来就见鬼了。回到西数的 SN750 关于读写速度的测试环境只字未提，只有低功耗测试里说了是 7600U，SN550 里面提了读写测试是在 670K 和 Z170 主板上。SN850 什么也没写 ，SN750 SE 倒写了测试平台为 C8H 和 3950X， 时有时无，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西数压根就没有在 AMD 平台测试过 SN750，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会降速。但是你 SN850 都发生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去试一试别的盘吗？最后说一下 SN550 在 AMD 平台上芯片组的话倒没有这个掉速问题，但是它之前的缓外掉速问题，因为我们的测试报道闹得非常大，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这事的。这里还是表明一下态度，缓外写入是个绝大多数用户都很少用到的功能，所以在 SN550 这种入门级产品，你砍了是可以的，但是请你告知消费者，并且降价。我们生气的不是西数偷工减料，更生气的是偷工减料了却不告知消费者，也不降价，而是新老批次混着卖去坑人。那西数的官方天猫旗舰店虽然大概率是外包出去的，数码产品的所谓天猫官方店几乎都是外包给经销商，而不是厂家官方开的。他们不仅在出之后公然卖769元的高价，而在其他店铺价格基本都是5开头，包括我们自己的淘宝店铺也是5开头。他甚至还在主页图里的视频里面公然标注缓外写入800兆每秒不掉速，但实际上你去翻评论区，有相多的客户被西数天猫旗舰店的一个虚假宣传，误以为多花200块钱买到了老版本，但实际上都是新版本。找客服理论就是我们刚刚查询了厂家给出的表格，厂家没有提供您说的这个参数呢。刚刚查询WD 真 black， 西数确实没有给出缓外的速度，但是你们自己在商品视频里面宣传的这个速度，如此公然的卖高价，还对消费者虚假宣传，我是建议消费者直接向工商投诉，退1赔3的。本身西数的新老版本更新，降低了性能却不告知消费者，只是不道德，并不违法，所以一些人吵着什么要赔偿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但是西数天猫官方旗舰店明明自己标注了800兆每秒的老版本的缓外速度，却卖新版本400兆每秒的，被消费者发现就说我们刚刚查询了厂家给出的表格，厂家没有提供您的这个参数呢。建议消费者必须拿起法律武器，严惩这些赚黑心钱还相当没品的品牌商和外包商。当然我知道这个视频发在国内，极大可能不会引起西数中国的任何反应。
但我相信至少能把 SN850、SN750的价格去干低一些，出货量少一些，让西数中国损失点钱，给消费者带来点实惠。这个视频我会再做一份英文字幕，感谢一下转载的外卖同行。那如果有必要，我会用英文再去念一遍。我替中国的消费者谢谢你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西数一要在 ZL3的全方面多层次的各种翻新车问题？我也是希望无论是什么博主，哪怕你不懂电脑化，近期也不要再去接 WD 的推广了，真的很败人品。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有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玩客7LK。如果想购买电脑，可以来我们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这是潮玩客，我是建哥，下次再见，拜拜。